大家好，我是奥兰多房地产经纪人许丽。所谓驱逐，就是指房东按照法律程序将违反租约的租客从出租屋里面驱逐出去的这个过程。那么随着疫情的慢慢的蔓延，很多地方政府都已经叫停了驱逐。今天我们就房东比较关心的问题聊一聊我们的看法和一些建议。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在佛州这个驱逐的流程。和所有其他的法律程序一样，第一步是房东首先要对违约的租客做一个书面通知。那么在佛州，这个书面通知有两种，一种叫做3天通知，是用于所有跟租金相关的违约。那么另外一种呢，叫做7天通知，这个7天通知是用于跟租金不相关的其他的一些违约，比如说租客没有按照责任和义务去完成对房产的维护，或者是让一些没有授权的人住在了房产里面，或者是养了一些不被允许的宠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用7天通知。7天通知又分两种，对于可以改正的这些问题，我们就用7天更正通知；对于那些没有办法去改正的违约，我们就用7天驱逐通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管是3天通知也好，7天通知也好，它讲的都是工作日，所以周末、假日还有递送通知的当天都是不能算的。那么大部分的租客在收到了这个书面通知之后呢，一般都会主动的改正，或者是联系房东和管理公司进行协商和如何改正的一些方案。但是如果你的租客到了时间还没有进行任何改正，那么这一步房东就要向法院提出和传达驱逐传票。那么说实话，大部分有经验的房东和出租管理公司呢，实际上是用模板来完成3天和7天的这个驱逐通知的。但是如果你很不幸的走到了需要法院传票这一步，我们就建议你聘请一个有经验的律师来操盘，因为在这个时候，任何流程、手续以及时间上的延误和过失都会导致整个流程更加的漫长。那么不管你有没有律师，我们来继续聊一聊下面应该怎么做。法院一般是通过警长部门或者是专属的派送员去把这个传票递到成年房客手里的。那么房客收到这个传票之后，他有5天时间来回复法院。如果租客选择回复法院，那么房东就需要跟法院去选择确定一个听证时间。如果房客没有在5天的时间内回复法院，那么房东就可以向法院提出缺席判决议案，并且要求财产所有权的最终判决。随着疫情的恶化，很多地方政府都已经叫停了驱逐。那么如果房东在这个时候遇到了违约的租客，应该怎么处理呢？首先第一点，我们觉得房东应该做好一个心理准备，不管是不是有疫情，不管是不是可以驱逐，当房客没有按照租约去按时交租金的时候，房东都会产生现金流上的压力。那么在这个时候，房东应该有一个对自己现金流的应对方案，并且随时的关注当地政府对小企业的一些救助和贷款方式。第二点就是这个疫情实际上不管你是房东也好，房客也好，它影响到了每一家人。那么作为房东，我们建议如果你有能力的话，请体谅房客，帮助他们共度难关。在这个时候，你对房客的任何的宽容和包容，实际上也是对房东自己利益的一种保护。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空置期对租金收益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疫情影响到了每一个家庭，即使你可以把这个违约的房客驱逐出去，可能也在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找到更适合的家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不但没有租金，而且还要负担水电费和其他的一些杂费。随着驱逐暂停，政府很有可能接下来就会叫停其他的杂费和一些相应的罚款。那么我们作为房东，我们知道罚款和驱逐实际上是保证租客来按时交房租，遵守租约的一个约束条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是不是我的房租也不需要交了？那么作为房东也好，出租管理公司也好，我们是有义务和租客去澄清这个问题的。第4点，
当你的租客真的没有办法按时去交房租的时候，你最好有一些相应的解决方案，不管是分期付款也好，延期付款也好，我们建议这个方案都由一些有经验的律师来书面的起草。这样，第一，不但保证了这个协议是合法的，第二，它保证了这个协议是有效的，可以执行的。那么现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所有 FHA 贷款的独栋别墅，联邦政府都已经叫停了贷款止赎，叫停了驱逐。那么如果接下来疫情进一步的恶化，我们很有可能，或者说我们希望看到其他的银行对业主的一些贷款也做相应的宽松和变化。我们作为业主，需要就是进一步的跟进这些相关的政策。不知道你所在的地方政府是否也已经叫停了驱逐？如果是的话，你打算在疫区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不要忘记在留言栏里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保重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下一次我们聊一聊如何验房，是否应该验房。